你敢相信吗？在一个0.4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，竟然能够生存4000多条毒蛇。这个小岛位于巴西圣保罗州南部，上面居住着拥有致命毒素的金毛头蝮蛇。由于数量太多，几乎到处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这个小岛也被称为巴西蛇岛。尽管毒蛇十分令人恐惧，但它们在自然界中也并不是无敌的存在。那么把毒蛇的天敌蜜獾放到小岛上，谁的实力能够更胜一筹呢？蜜獾作为拥有着平头哥称号的幼科动物，它们的表现可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不仅拥有着很强的战斗力，而且对毒蛇也能够起到压制的作用。但是要知道的是，金毛头毒蛇之所以能够在小岛上一家独大，必定拥有着很强的能力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蜜獾是否还能够招架得住呢？被称为毒蛇天敌的蜜獾，想必它们的实力一定是不容小觑的。要知道，蜜獾有着非常厚的皮毛，能够起到很强的防御作用，而毒蛇的毒素是通过它们的毒牙分泌出来，然后通过撕咬的方式注入敌人的体内。由于蜜獾的皮毛比较厚，所以毒蛇很难将自己的毒液注射到它们体内，因此无论毒蛇的毒素有多强，蜜獾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，并且毒蛇的毒素只有进入血液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是蜜獾将它们吃下，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更重要的是，有研究人员发现，即便是蜜獾不慎被毒蛇咬伤，它们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，只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息，就能够恢复正常了。这就足以看出蜜獾对于毒蛇的压制性有多强了。既然蜜獾与毒蛇对峙的时候拥有着如此巨大的优势，那么把2只性别不同的蜜獾放在巴西蛇岛上，它们能不能把毒蛇全部吃完呢？由于金毛头蝮蛇和蜜獾都属于保护动物，所以我们并不能够通过实验来证明，而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，从而搞清楚蜜獾究竟能不能把毒蛇全部消灭掉。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，巴西蛇岛上的生物种类比较单一，所以即便是蜜獾登岛，也不会有能够威胁它们安全的大型生物。再加上金毛头蝮蛇的数量非常多，能够为蜜獾提供充足的食物。在这样一个有吃有喝还没有压力的栖息地中，蜜獾必然能够生活得十分惬意。而之所以要让2只不同性别的蜜獾登岛，其实是为了让它们能够顺利地生存下去。毕竟无论是什么生物，进入发情期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交配，那么必然会十分难熬。不过蜜獾的繁衍速度可以说是非常迅速的，尤其是在没有天敌威胁的情况下，它们的数量很快就能够得到显著提升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越来越多的蜜獾开始捕食毒蛇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金毛头蝮蛇就会彻底消失在蛇岛上。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蜜獾已经大获全胜了，但是毒蛇消失之后，巴西蛇岛上能够满足蜜獾需求的食物也就会随之而消失。蜜獾为了生存下去，不得不与同伴开始内部竞争，它们的生存状态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，所以过不了多久，蜜獾的数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少，甚至从蛇岛上彻底消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说法仅仅只是我们的猜想，为了不打扰金毛头蝮蛇和蜜獾的正常生活，我们只能进行简单的推测，而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。巴西蛇岛四周环海，并没有能够通往大陆的路线，那么这些毒蛇究竟是如何上岛的呢？有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都非常好奇，这么多毒蛇生存在蛇岛上，难道它们拥有着游泳和飞行的特殊能力吗？众所周知，世界上的陆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地壳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着。而巴西蛇岛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小岛，由于地壳运动，所以才逐渐脱离了大陆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小岛，并且在刚刚形成的时候，巴西蛇岛上生存的生物种类还很多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断裂的生态链没有办法让那些生物继续生存下去，所以大部分生物都逐渐从小岛上消失了。然而金毛头蝮蛇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生存能力，不仅成功活了下来，而且成为了唯一生存下来的物种，并且它们还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，在提升自己的同时，不断地繁衍后代，才形成了如今的局面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小岛上金毛头蝮蛇的数量并不算少，但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，它们的整体数量却不算多，并且它们生存在远离人类栖息地的小岛上，并不会阻碍到我们的生活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它们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威胁，反而还需要对其进行更严格的保护，否则它们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少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